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对对。你们家平时工作日的午餐和晚餐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从好几年前还是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就开始很喜欢做一周备餐。周末忙碌个2-3个小时，就能让冰箱里满满当当，吃起来健康又安心，也不会因为在饿的时候乱吃东西。芬兰最近还是提倡在家里面远程办公，我们家2个人平时每一餐都在家里吃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一周备餐吧。我备餐的原则是：第一，每顿饭都要有蔬菜、淀粉和蛋白质；第二，备餐的菜色要适合保存；第三，争取每周吃同样的菜色不超过2顿，不会连续2天吃同样的饭菜，这样的话也能更好的享受食物。这一周我会做10道菜品，2个酱汁，我会讲讲具体的做法，也会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保存的，以及如何安排到每天的菜单里的，说不定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。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们家每周集中采买之前，我都会检查冰箱里还有什么，问问自己的肠胃，然后定好下周的菜单。带着购物清单去超市，就不太容易丧失计划，乱买一通啊。周日早晨吃完早饭，备餐工作就开始啦。第一道要做的是酱牛肉，我昨晚已经把牛腱子泡过水，沥干后又加了些酱油腌制。先直接把牛肉转移到高压锅里，剩下的酱汁也倒进去，加上清水，大火煮开。等待牛肉烧开的同时，把今天要用到的所有蔬菜都拿出来放到一起。我备餐的时候会把洗菜、摘菜这些步骤一次性完成，这样做起来才会有条不紊。牛肉的水开了，虽然泡过水，但是仍然有一些浮沫要清理。再放入2大勺黄豆酱，加入1个卤料包，密封上气。先让牛肉慢慢炖着，继续摘菜，芹菜要去筋，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甜椒去蒂，把辣椒籽也清理干净。西葫芦把头和尾都稍微清理一下。胡萝卜削皮去蒂，等会儿在什锦蔬菜粒这道菜里会用到。土豆也都削皮。南瓜也是去籽削皮，今天有3道菜要用到蒜，所以也要多准备一些。把摘好的蔬菜都好好清洗清洗，沥干水分。这时候牛肉已经上气了，可以把火关掉，让它慢慢焖着。我们家菜板不是很重，切菜特别容易滑动，底下放一张打湿的厨房纸，可以有效的增加摩擦力，防滑哦。所有切菜的步骤也都一并完成吧，之后开始做菜就不用再慌手慌脚了。西葫芦切成薄片，甜椒斜切成段，这2个食材一起炒特别好吃。芹菜划上几刀，切成碎碎的颗粒。胡萝卜也是切成小颗粒。土豆要用来做土豆泥，切成大小比较均匀的块状就好，可以直接放到锅里。南瓜要用来做浓汤，也是切成小块。今天有3道菜要用的洋葱，我准备直接用搅拌机打碎，所以切大块就好啦。
蒜瓣压成蒜泥，摇响器上留下的部分也别扔了，煮南瓜汤的时候也用得上。再准备1-2颗小米辣，我们家的小米辣都是冰冻保存的，直接取出来用剪刀剪碎最方便。什锦蔬菜要用到的冰冻玉米粒和青豆粒也倒出来准备好。切完蔬菜换块砧板，把南瓜汤里要用到的培根切成小块儿。所有食材都切配好啦。哦，对了，洋葱别忘了打碎。开始烹饪环节啦。同时做很多菜的话，要考虑到各个菜品的用时，才能够高效又快捷。土豆加水，加点盐，先放在一旁煮，等水开后就转小火慢慢焖着，以防煮太烂。接下来是同样需要花点时间的南瓜汤，先把培根炒熟，盛出来备用。同一个锅放入蒜皮、洋葱、南瓜。加盐加水，小火放在一边慢慢的煮。这时候牛肉已经差不多了，酱牛肉不用炖得太烂。一打开，好香啊！先把牛肉取出来放凉。第一道菜品酱牛肉就做好啦。剩下的汤分为2部分，一半留着做汤底下面吃，另一半放凉用来泡卤蛋。接下来做焗通心粉，先烧一锅开水，煮大概200克的通心粉。同时炒锅里面下肉末。炒到变色后，加入一半的洋葱碎炒香。7-8分钟后，通心粉煮好了，沥干水分。再准备一个烤盘，把洋葱、肉末和通心粉倒进去混合混合。加盐和黑胡椒调味。打2个鸡蛋，加入大概150毫升的牛奶，搅拌均匀。淡奶液直接倒进烤盘里，在表面铺上一层奶酪。180度预热好的烤箱，大概烤30分钟就可以啦。同样需要烤箱的还有肉丸，我们就一起准备吧。先准备300克的肉馅，加入剩下的洋葱碎、一点面包屑、1个鸡蛋、盐、糖、胡椒、酱油调味。这是芬兰肉丸的简易做法，更讲究一点的，我曾经做过详细的视频。搅拌均匀，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，同样也是放进烤箱里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。土豆焖熟了，可以来做土豆泥。沥干水，加1小块黄油，一点盐、胡椒粉调调味道，用叉子戳戳戳就好啦。第2道菜品土豆泥完成。南瓜也煮好了，加入牛奶，尝尝咸淡，然后直接用手持搅拌器打成浓汤。把之前炒好的培根倒回去。第3道菜品奶油培根南瓜浓汤完成。接下来煮鸡蛋，
6个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放入冷水，煮开后计时5分钟就好。同时开始炒菜，最好从味道清淡的开始做起。炒锅放油，玉米、青豆和胡萝卜粒下锅炒熟，盐和黑胡椒调味。第4道菜品什锦蔬菜粒完成。这个时候菊通心粉表面已经是非常金黄了。第5道菜品洋葱肉末菊通心粉完成。回到炒锅这边，西葫芦和甜椒下锅，大火煸炒。加入盐、一点点酱油和比较多的苹果醋。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翻拌均匀，不用炒得特别久就可以出锅啦。第6道菜品酸甜西葫芦甜椒完成。煮好的鸡蛋也到时间了，马上冲冷水泡一泡，降温再剥壳。还有最后一个炒菜，炒锅加油，下肉末1/3的蒜蓉。炒到变色以后，加入芹菜碎和小米辣，用酱油调味，翻炒熟透。第7道菜品芹菜炒肉末完成。这个时候肉丸子也烤好啦。第8道菜品芬兰肉丸完成。泡过凉水的鸡蛋已经不烫手了，一一剥去蛋壳，放到保鲜袋里。已经冷却好的酱牛肉汤直接倒进去，尽量挤出空气，密封好。我们的第9道菜品牛肉汤卤蛋完成。最后一道是喝南瓜汤吃沙拉都要用到的蒜香面包丁，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这种恰巴塔面包，先切成厚片，一半放进保鲜袋里冰冻起来，之后不用解冻，直接烤箱就可以配汤吃。另一半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儿。大碗里放入2大勺橄榄油，剩下的蒜蓉、黑胡椒和盐，搅拌搅拌，再把面包丁放进去，混合均匀，尽量都让它沾上调料。烤箱的温度应该还不太低，把面包丁平铺在烤盘上，180度烤个10分钟就可以了。在这10分钟里面，我们还可以做2个超级快手的酱汁。首先是配土豆泥和肉丸吃的 brown sauce， 小锅下1小块黄油，融化后加入2汤匙面粉炒炒香。一边把市售的牛肉高汤一点点的倒进去，一边搅拌，直到酱汁浓稠顺滑就好啦。这个酱汁可以直接装瓶，冷却以后会凝固起来，但吃的时候一并加热，就会恢复原本流动的状态啦。最后一道菜品蒜香面包丁也完成了，鲜香脆脆，蒜香十足，忍不住马上就吃掉好几个。还需要做一个中式的凉拌酱汁，我直接在玻璃瓶里面做，1小勺花生酱加一点点水和酱油调开，加入盐、苹果醋，还有几勺辣油，搅拌均匀就好啦。这种带有坚果香气的中式酱汁，配各种沙拉和凉拌都好吃。在放进冰箱之前，还要把所有的菜品都分装起来。今天酱的牛肉比较多，先取一半出来冰冻，剩下的就够这周吃了。西葫芦甜椒准备吃2顿，所以分成2个饭盒。什锦蔬菜粒也是分成2个饭盒，这2个菜都可以冷藏保存。菊通心粉分割成4粉，放进2个饭盒冷冻保存。要吃的时候提前1天取出来冷藏解冻就好。
南瓜汤、肉丸也是2份的量。可以冷冻保存很长时间。蒜香面包丁转移到饭盒之前，要垫一张厨房纸防潮，常温保存就好。芹菜肉末和卤蛋的饭盒密封好，冷藏保存就可以。最后是土豆泥，淀粉类的食物在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会变性，口感会差很多。我一般会用保鲜膜分出1人1份的量，冷冻保存。不到3个小时，10道菜品、2种酱汁就全部准备分装好啦。根据准备好的备餐，我们这一周的食谱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是周一，午餐吃芹菜肉末、蔬菜粒和米饭。米饭是上周冰冻下的，口感和新鲜做好的米饭相比，基本没有什么差别。晚饭吃了非常香的酱牛肉面，汤底就是酱牛肉的汤，加上卤蛋、蔬菜，超级满足的一大碗。周二，午餐吃酱牛肉沙拉，生菜洗一洗，沥干水分，拌上花生凉拌酱汁，配上卤蛋和燕麦面包，非常清爽的一餐。晚餐吃的肉丸土豆泥，肉丸无需解冻，直接微波炉加热，只是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土豆泥和肉丸的加热时间不一样，所以要分别加热。最后淋上酱汁，再加热1分钟就好啦。配餐的沙拉里，我放了 sun-dried tomatoes 橄榄和帕玛森奶酪，特别的好吃。周三中午我要带便当去办公室，正好橘通心粉和西葫芦甜椒都特别适合带饭，特别是西葫芦甜椒，无论是热吃冷吃都好吃。晚餐吃的是奶油培根南瓜汤，配上西葫芦甜椒，南瓜汤上撒上一些蒜香面包丁和帕玛森奶酪，特别的搭。周四的午餐又是一大碗酱牛肉面，我还配了一点云南的酸腌菜，真好吃啊！晚餐继续吃肉丸土豆泥，配上西式的沙拉。周五的午餐是最后一份南瓜汤，好吃的有点恋恋不舍了。晚餐原本计划吃橘通心粉配沙拉，但是正好有朋友的生日火锅局，我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火锅啦。反正橘通心粉可以在冰箱冷冻保鲜很长时间。非常感谢看到这里的你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分享、关注我的频道吧。我是对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